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27号，星期二。观众朋友们，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哎呀，出大事了！那今天节目的标题也写到了赵婷的父亲比习近平还厉害的事儿啊。这句话听起来怎么那么的夸张呢？面具人告诉你们，一点儿都不夸张。而且呢，这句话之中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呢。我也想通过这个话题告诉你们，中国的统治者他们眼睛里面的世界，中共的统治艺术。这些内容呢，是你在别人那里看不到的，你在别的频道里面绝对看不到的啊。先来说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啊，那就是狗狗币的联合创始人 Billy Marcos 发推称，狗狗币的核心开发者斯波林先生，他也算是狗狗币的开国元勋之一了。可是呢，就在刚才，斯波林先生因为癌症去世了。斯波林先生将他一生的最后7年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献给了狗狗币。虽然在早些时候他退出了狗狗币的项目组，可能是由于身体原因啊。但是在此还是祝愿斯波林先生一路走好，也愿他的家人节哀顺变。那斯波林先生去世的这个消息究竟会给狗狗币带来大跌还是带来大涨呢？大家不妨可以在这里先留言预判一下，认为大跌的请留言打1，认为大涨的请留言打2。我们过几天再回过头来看看各位留下的评论，见证一下。好，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要讲3件大事儿啊，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呀，钱命关天的大事儿呀。顺便面具人也想给大家说一说中共统治的秘诀哦。来看今天的标题，赵婷拿奥斯卡奖，他的父亲比习近平还厉害。微信里面的钱取不出来了，用户排队上访呀。中共上架无人快递，京东数字钱包发数字人民币工资，开学报名没买房的人不得排队。哎呦，听到没有？事情究竟有多么的严重呀？咱们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讲，尤其是这个赵婷和红色贵族的事儿呀。面具人，我作为一个红三代，我作为一个和红三代接触过的人，来告诉你们，中共的权谋到底是个什么模型？等一下，这个不能用，重来。面具人，我作为一个和红三代接触过的人来告诉你们，中共的统治权谋到底是个什么模型。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啦。赵婷拿奥斯卡了，对吧？3项大奖，双持奥斯卡，霸气四射呀，对不对？我们仔细观察赵婷拍的这个电影，他的电影主题其实还主要讲的是美国有多么的破败，很多人无家可归。这个作品本质上还算是反美的，可是呢，拍反美电影的赵婷女士为何又被炒作成为了反共女神了呢？其实呀，这个事情的爆发点是因为赵婷在前段时间仅仅客观地描述了一下中国人，说中国人爱撒谎，然后呢就被大肆的炒作。老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面具人以前说过新闻炒作的这个节奏，只要是大规模的新闻炒作，肯定是提前谋划策划好的，各个头版头条都提前准备好配合的，各个媒体通道都提前通知到位了的，然后呢只等时间点一到，各个头版头条转发发布，其实该给的钱，该打招呼的，该通知到位的，早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那赵婷反共反华的这个新闻，先是中共在国内大肆炒作，什么赵婷辱华呀，赵婷反共呀，然后这个消息就出口到了反共圈进行2次包装，同样的调调，那反共的人就会说反华怎么了，反共怎么了，甚至把赵婷说成了反共斗士、反共女神。我们仔细观察呀，是国内先炒作这个事儿的，毋庸置疑吧。而且呢，
国内炒作这个事情，它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要国内的人知道赵廷反华反共，借此煽动国内的民粹。从传播学来看这一点，海外和海内的目标是一致的，不管你反共还是挺共，是不是都在宣传赵廷反华反共？结果和目标还有他们的叙说方式都是一致的。可是我们想一下啊，为什么要炒作赵廷反华反共呢？为啥？很简单呀，我们仔细观察奥斯卡呀，好莱坞呀，现在的欧美大片基本上都有红色资本入驻了，对吧？不管是什么环太平洋呀、金刚大战哥斯拉呀，各种的什么营养舒化奶呀、京东呀、阿里巴巴的广告啊，都是生硬的植入，对不对？这些西方的电影制片公司，谁不考虑和中国合作，谁就没钱拍电影，谁就不能到中国来割韭菜赚钱，对不对？而且呀，电影它又是一个很好的洗脑工具，很好的带风向工具。从年轻的到年老的这些人群，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分老少，都很容易受到电影里面的明星引导。好莱坞奥斯卡可以说是作为笔杆子打天下的中共的必争之地。可是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好莱坞对中国墙内大陆的宣传作用，作为反向教材还是比较好的。为啥？因为这样可以煽动民粹呀，让老百姓更加爱国呀。所以呢，奥斯卡好莱坞在中国没必要维持一个正面的形象。这个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样的，你不管好莱坞好不好，美国好不好，反正他对中国就是不好。这样呢，让他维持反面形象就好。这样老百姓才会觉得，哎呀，老外的文化圈不行，他们反华反共辱华。可是呢，墙外的世界，无论是华人圈、台湾圈、日本圈、美国圈，反共是主流呀。听懂了没？墙内肯定是反美为主流，墙外是反共为主流，听懂了没？什么叫做一箭八雕？那就是让墙内的粉红觉得奥斯卡反共，然后呢，他们就会更加热爱中国的文化圈，觉得中国文化好，觉得中国电影好，你好李焕英，什么奥斯卡好莱坞外国大片，他们都是垃圾，他们都是辱华反共的，不看还是中国电影好，对不对？同时呢，反共的奥斯卡也更迎合墙外的反共的主流文化。你不可能说是在反共的文化圈里面搞挺共的文化事业，对不对？除非他好莱坞不想活了，奥斯卡不想吃这碗饭了，对不对？挺不挺共只需要迎合大陆的市场审查，单独对待就好了。全球市场也是单独对待的就行了嘛，并且呀，提前炒作一下赵廷是反共的，就可以堵上很多真反共人士的嘴。哎呀，赵廷是真反共呀，他在大陆被封杀了呀，他拿奥斯卡和共产党的红色贵族没关系呀，他拿奥斯卡和他爹是不是高官没关系呀，赵廷是真才实学呀。你说他拿奥斯卡，如果跟他这个红色贵族的爹的高官有关系，那他赵廷就不可能反共嘛，对不对？所以说赵廷反了共了，还能拿奥斯卡，就和红色贵族和共产党和他高官爹没关系。通过这层逻辑，提前把赵廷安排成反共女神，不但利于他自己的反美作品通行，并且呢，也可以降低赵廷作为红色贵族身份的阻力。那说到这儿，肯定会有人质疑说，哎呀，为啥要让红色贵族的血脉赵廷去拿奥斯卡奖呢？不会安排个别人去拿奖，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吗？对不对？好，这层逻辑咱们先留在这儿，等会儿面具人我再给你解答。面具人我还想说啊，同样是华人的才华资历完爆赵廷的温子仁，他怎么就拿不到奥斯卡3项大奖呢？李安也还没双持小金人呢，对不对？李安只拿了1个小金人，温子仁呢连边都摸不到。
好，你说赵婷是依靠红色基因的血统，哎，老共提前布局了呀，对不对？他赵婷是反共的，反共的怎么会靠自己的红色基因的爹来拿奥斯卡呢？他爹是共产党呀，对不对？好，你说血统导致他赵婷拿奥斯卡，不就是玩文革血统阶级论吗？对不对？看，你能想到的，共产党早就提前布局好了，早就有反驳你的说法了，对不对？你看上面的这些理由多好的啊！赵婷他反共呀，所以呢，他不可能依靠共产党的路子，依靠共产党的关系来拿奥斯卡的。但是呢，面具人，我想说，这话双标到温子仁身上也可以呀。温子仁的父母是文革时期跑到马来西亚的小商贩。好，这个逻辑咱们继续往下想啊。即便是你温子仁才华再怎么的好，作品再怎么的传奇，商业性、艺术性再怎么的高，谁让你的父母是文革黑五类呢？哎，那你就是摸不到奥斯卡的边儿，你就是不如人家赵婷的红色基因强大，你就是不如人家第一次拍大电影就能拿奥斯卡那么牛逼。而且呢，你温子仁的爹还早早的死了，赵婷的爹呢，现在还在当副部级高官呢。哦，那这就不算血统论、阶级文革论了吗？哦，温子仁也有血脉呀，可是温子仁的血脉不行呀，对不对？总之呢，圆的扁的都是共产党说了算。红色贵族他早就盘算好了，并且呢，我们不能用二分法挺共反共来看红色贵族，红色贵族早就凌驾于黑白正反两面之上了。你们仔细看啊，赵婷左右两手双持奥斯卡小金人呀，霸气四射呀，这得让多少勤勤恳恳的艺术家心里面不服呀。这个对美国可是会造成龙卷风般的蝴蝶破坏力的。外国人的自尊心可是很强的，这些真正的艺术家有几个人能咽得下这口气的？艺术家们可不是傻子，底层屁民只知道舔啊，他们是有脑子的。这个蝴蝶效应究竟有多可怕，咱们等一下再说。其实呀，并不是说赵婷不能拿奥斯卡，并不是说赵婷因为他爹是中共高官、红色贵族，咱们就要抨击他。咱们就站在专业领域来看啊，赵婷的独立电影满共就拍了3部，而且这3部电影啊，不是拿奥斯卡就是拿戛纳的。你想初次拍电影，然后就是什么电影节的头号奖和2号奖都拿了，还有什么威尼斯奖、金球奖，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的顶级电影的电影奖项，让赵婷一个不会拍电影的导演全部都拿了，真是天才中的天才呀，比金元帅天赋异禀多了。而且赵婷还双持奥斯卡。其实从专业角度来看，赵婷的电影从分镜、配乐、剧情、画面、整体节奏，连专业水准的平均线都达不到。面具人，我之前是搞文化行业的、传媒行业的、文宣行业的，听懂了没？我站在一个圈内人，我来看赵婷的电影，真的，尤其是他那个还没出的《永恒族》，都拍得成屎了啊！就他这样拿所有的地表上的最高奖项，你想想，你让那些美国的有文化的导演、艺术家怎么想？这些文化人都是有脑子的呀，他们可不是那些底层的无脑儿只会跪舔。再加上赵婷的这个电影，他拍来是专门黑美国的，说美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呀，美国的撕裂还是会加剧。共产党真的是太狠了，让你永远都意想不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赵婷是反共反华，可是呢，这个赵婷她拍的电影的本质是反美的呀，这个电影是揭露美国有多么的黑暗的，她怎么能是反共反华的呢？共产党就是这样，在正反两面来回颠倒，
和稀泥搅浑水之下，让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要干嘛，让你搞不清楚赵婷到底是反美还是反共的，这样才有炒作话题呀，这样界限才能模糊不清呀，也可以避免被人说你二维思想，你非黑即白，这样呢更能让他的片子更好的炒作，更好的流通。反美反共他都有说法，对不对啊？反共的也能通行，反美的也能通行，挺共的也能通行，挺美的也能通行，这才是大师的政治操作手法。好，明白了这些逻辑以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红色贵族强调什么？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对不对？面具人之前说过了，笔杆子是中共的命脉，你们刚才可能会质疑拿奥斯卡奖不会让一个外人，让一个别人来领不就对了吗？红色贵族在背后操盘就行了嘛。你能想到的问题，共产党能想不到啊！别说是拿奥斯卡这种世界级奖项了，就连这种海外的大外宣网络博主，中共他已经不太愿意招安外人了，他们更愿意把事情交给自己的红色基因去干。招募外人有风险，不好控制，还得花钱。用自己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呀，对不对？还好控制。用自己人他是不可能反水的，自己的孩子能反自己的水吗？对不对？于是呢，共产党他就扶持了很多年轻的反共博主，这些反共博主实力强得很，随手一挥就能号召100多个、200多个，甚至500多个所谓的公知名人，海外的反共外宣、挺共外宣，这些人的年龄可是都在这些20来岁的所谓的反共年轻博主的这个年龄之上的，对不对？可是为何你们想想，一个年纪轻轻的20多岁的反共博主，随手挥之来挥之去，就能调动几百个成名已久的反共公知呢？对不对？而且是随时我不是说偶尔调动一次，是随时随地就能调动。偶尔调动一次肯定不能算在内，那是运气好。但是你告诉我，随时随地都能调动是怎么回事？谁有这么大的权利？一个20多岁的小逼崽子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吗？我都说了，不会再招募外人了。你们看，像马仙呀、老黑呀、老鼠这种半路被招安的，他们现在遭到了冷遇。为啥？因为把自己的命脉笔杆子交给外人不放心，还得花钱。我花这个钱花给自己人多好的，花给我的孩子多好的，花给我的红色基因血脉多好的，还是交给自己的血脉最安全。同样的，你说操控奥斯卡、好莱坞这种全球意识形态金钥匙的人，花的钱更多，影响范围更大，那就更不可能交给外人了呀，对不对？否则呢，你让一个外人掌控了发声渠道了，万一这个外人你控制不住他了怎么办？他反咬一口你了怎么办？利用这些真正的大平台、全球平台宣传做真反共的事儿怎么办？你作为红色贵族的统治者，你能接受吗？你能允许这种隐患存在吗？不能吧，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笔杆子命脉呀、宣传口，它就必须要用红色基因来做这个事儿呀。放心，稳妥。那说到这儿了，你们应该能想明白了，为啥是赵婷拿奥斯卡了，对吧？同样的，这样盯一下赵婷是反共的，说她是反共的，大肆宣传了以后，那赵婷的爹以后可就要谨慎了，以后可就要更加听话了，对不对？统治者他们都是看全局的。说到这儿，你们应该能想明白了，为啥是赵婷拿奥斯卡了？你们应该能想明白了，为啥赵婷在墙内被标榜成反华反共的呢？对不对？好了，我刚才说到了自己的红色血脉办事儿才放心，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赵婷，她的红色血脉、红色基因究竟有多么的红呀？赵婷的后妈宋丹丹就不多说了，老文艺人了，主要是她的爹赵玉吉啊。这个人有多猛，这个人有多红呢？我们来简单的看看他的履历啊，大家来看看他的段位。赵玉吉，中国共产党员，1985年到1991年任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就是北京钢铁公司北钢。1992年到1995年任中国国防军工物资总公司总经理，管全国的军工物资啊，这个级别是副部级的啊。1996年到1998年任中国机电设备总公司总经理，跟李鹏当时几乎是不相上下啊。1985年到1992年开始啊，赵婷的爸爸就开始管中国的钢铁、国防、军工物资、电力，而且都是总经理啊。那赵婷的爹这个段位可不低呀，你们能听出来吧？好，赵婷的爹他的段位到底高不高？我们要对比产生嘛，对不对？好，跟谁对比呢？跟习近平来对比，跟习大大对比。我们来看看同时期的习近平、习大大都在干什么。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员，1983年到1985年是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1985年到1988年是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1988年到1990年是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个时期的习近平仅仅是一个县级、地区级，最多也就是副市级的干部啊。当年的习大大撑死连副市级别都过不了，可是呢，赵婷的爹已经掌管了全国的军工了。由此可见，你们可以看出来赵婷的爹当年有多牛逼了吧？习近平都要矮上几头呢。由于红色基因是代代相传的，我们再往上数啊，赵婷家再往上数就是黄火清了，他可是开国元老的级别啊。黄火清同志1901年5月5日出生于湖北枣阳县新市镇杨庄村。他青年时期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和进步思想，参加了襄樊学生运动。1926年1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党团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发展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1927年4月在武汉工人运动讲习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后又编入了中央独立师补充第2营，参加了反民国抗战。抗战胜利以后，黄火清同志先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热河军区政委。1978年3月起，黄火清同志担任中央政法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黄火清的这个资历可以不够不够高？不亚于薄一波习仲勋呀，甚至资历更高一筹。那说到这儿，你们再想想，这个赵婷是不是很根正苗红呢？就像我之前说的芳芳日记的芳芳是一样的，人家芳芳也是满清八旗皇室正统一脉单传呀。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和海外的这些大外宣炒作的这个赵婷反共的事儿啊。你不管他们怎么说，没啥用，你只用看他们的舆论结果就行了，那就是让赵婷无论是在反共的还是挺共圈里面名声大噪，对不对？咱们从多方面角度来看，反共的是谁？红色贵族芳芳赵婷。拍电影反美的是谁？红色贵族赵婷。拿奥斯卡的人是谁？红色贵族赵婷。支持共产党的是谁？红色贵族赵婷。你看他的穿着打扮，在奥斯卡上面
任何穿着打扮都可以引领新的时尚潮流，对不对？走红地毯嘛。赵婷平时穿的都是欧式的那种很潮流的散发的时尚的打扮，可为何赵婷在颁奖的时候是以文革末期的装扮现身领奖的呢？关于文革时尚潮流的目的，我在4月4号的节目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一会儿可以回顾一下啊。听懂了没？啊，我刚才说了，谁谁谁都有谁谁谁才有资格能干，没听懂？我再说一遍，仔细听好啊。反共的是谁？红色贵族赵婷。反美的是谁？红色贵族赵婷。拿奥斯卡的人是谁？红色贵族赵婷。支持共产党的是谁？还是红色贵族赵婷。听懂了吧？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红色贵族赵婷在干，任何事情都是红色贵族才有资格干。这样的话，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呀。在自由世界来看，什么拿奥斯卡呀、反共呀、挺共呀，任何政治活动呀，是个人都能参加呀，这是人权呀。不，所有的事情的结果都告诉你了。反共的、挺共的、反美的、拿奥斯卡的，只有红色基因、红色贵族才有资格参加这些事情，才有资格搞这些事情。反与不反，与你们这些没有血统的底层垃圾没有任何关系。你想拥有选美、选秀、参与政治的人权，你想拥有反共、挺共、反共不反共的权利，那你首先要确定你是个人，你再说人权 OK。 话又说回来了，你体内都没有红色基因，那你怎么能算人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呀？那个养猪场知道不？猪圈里面的猪见过没？你就是那种牲口东西，听懂了没？你就慢慢舔吧，不管它反共还是挺共，你都舔嘛，对不对？舔是你的本能，谁让你是底层牲口呢？牲口长了根舌头，不就是用来舔的，对不对？人家赵婷，红色贵族、红色基因，人家不管是反共还是反美还是挺共，总是有那么一群烂货舔屁眼呀，舔得香得很。反共也有理，挺共也有理，赵婷做的就是对的，这就是红色贵族的好处呀，听懂了没？这就是为啥红色贵族瞧不起你们，听懂了没？也难怪人家红色贵族各路通吃呀，对不对？因为呀，就是有这帮下贱的这么下。赵婷是民族英雄呀，你们仔细去观察一下啊，不管是反共圈还是挺共圈，他们的主流舆论都是在说赵婷是民族英雄，为华人争光，为亚洲人争光。听懂了没？这就是红色贵族的好处呀，这就是为啥红色贵族瞧不起你们呀。也难怪人家红色贵族各路通吃啊。因为呀，就是有这帮这么下贱的下作的中国人，只会舔的垃圾人，只要他们有钱，不管他是反共的还是挺共的，总都有下面的这些底层垃圾舔菊花嘛。就像我上一个节目讲凤姐似的，什么是下贱？只要他比你有钱，不管他骂你不骂你，你都舔他呀。只要他有钱，他挺你，他骂你都骂得对，因为他有钱。还是那句话，反共的是谁？红色贵族赵婷。反美的是谁？红色贵族赵婷。拿奥斯卡的是谁？红色贵族赵婷。支持共产党的人是谁？还是红色贵族赵婷。反过来想一下，反共的为啥舔赵婷？挺共的为啥舔赵婷？为啥？因为他赵婷有名呀，因为他赵婷有钱呀。有名有钱就是一切正确，没钱没名你干啥都是错的。你让大街上的一个农民扫地的、扫厕所的反共一下试试，让他挺共一下试试，
正反两方都骂死他。为啥？因为他穷，因为他是扫厕所的，他没资格挺共，他也没资格反共。听懂了没？黑白什么赵廷反共了，赵廷挺共了，哎呀，不管是黑是白，只要他有钱，他有权，他说的都是对的。咱们华人的这个思维能力就限制死了，看不清楚问题，舔谁不舔谁，就看他有没有名气，有没有钱。而且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赵廷的这个事儿啊，对美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创伤的。赵廷的这个电影，它主要是描述了，哎呀，美国这不好那不好的，中国人看不看无所谓，看了更好，看美国这不好那不好，那么的破败创伤呀。可是呢，这个片子主力是在西方流通的，刚好呢，这个片子尤其是拿到了奥斯卡这种电影最高的荣誉，那公信度就大了去了。且不论赵廷有没有名气，赵廷有没有实力，奥斯卡的实力，奥斯卡的公信度你得认吧，别人至少会冲着奥斯卡的名气和实力认可来看这个片子，然后呢，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就被洗脑了。哎呀，美国怎么这么的烂呀？看奥斯卡都认证了，美国这么的烂，厉害不厉害？哦，就连反共女神赵婷都承认了，这个片子里面都拍的说你美国不好啊，美国多么的破败创伤。你说挺共的说美国不好，那咱们不能信。可是呢，反共女神赵婷都说美国不好了呀，咱们反共的人该不该信？该不该信呢？你看反共的挺共的都说你美国不好，那美国政府现在是谁执政呢？拜登呀。之前美国人民的救星是谁？美国的人民领袖是谁？川普呀。好，继续捋啊，继续把思路往下整理。谁想打意识形态战呀？拜登呀，对不对？川普无所谓呀，川普打贸易战嘛，不是意识形态战，肯定不是川普嘛，打意识形态战的肯定是拜登呀。好，咱们继续把思路往下整理。行呀，你拜登现在想打意识形态战是不是？好呀，你看奥斯卡都说了，你现在的美国民不聊生呀。哦，为啥川普在位的时候美国没有民不聊生呢？为啥川普在位的时候奥斯卡没有拍美国民不聊生的电影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时间节点啊，川普这几天在他的各个红州全力反扑，又把拜登作弊呀、美国加税搞得民不聊生的这些事儿拿出来说，这个时间点和赵婷拿奥斯卡奖的这个电影大肆炒作的时间点是相当的吻合的呀。嘿嘿嘿嘿嘿嘿，来，你拜登想打意识形态战，来打呀，谁怕谁呀？来，哎，谁怕谁嘛？我红色贵族不怕你。同样的，咱们再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赵婷拿了奥斯卡奖，一个仅仅拍了3部独立电影的人就能登顶最高电影荣誉啊，让那些好莱坞拍了几十年电影的、有才华的、有经验的，无论是在外形还是文化还是内在强于赵婷的这些大导演，他们在因为各种暗箱操作下没有能拿到奥斯卡奖的，比如温子仁，他也是华人呀，可惜温子仁的父母只是小商贩而已，所以他拿不到奖。还有其他的什么诺兰呀、斯蒂芬金呀、扎导呀，对不对啊？这些人明明更有实力，他们拿不到奥斯卡奖啊。我的朋友阿猫也说了，这些美国公知艺术家他们会出现比较疯狂的反应。首先呢，就是不服，不服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批判美国政府不公平、暗箱操作，要么呢就是破罐子破摔，或者也搞赵婷这种，他们都去拍砸美国的视频。为啥？因为你揭露美国这不好那不好，能拿奥斯卡呀，对不对？哎呀，不管是他们不服
还是也跟风继续拍砸美国的视频，结果都是一样的，对美国社会不利，对美国政府不利。艺术家们可都是有脑子的，他们都是会思辨的，懂了吗？他们的心理反应会比普通的底层无脑儿要激烈的多的。而且呢，奥斯卡这个事儿做的也确实恶心，难以服众。我在英文圈里面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文化人不服了，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艺术家不服了。不服咋了嘛？不服他们能怪谁？怪中国？不能吧，中共远在10万8千里之外呢，他们只能怪美国呀，对不对？怪了美国以后，他们就会更加的和美国政府对着干，抱怨美国社会黑暗。同样的，或者是拍这些揭露美国创伤的美国黑暗的片子呀。总之呢，就是对美国不利。这一招厉害不厉害？各方各面全局都思考到了呀，是不是？这样的话，中共的目的就达到了呀。感叹一下啊，共产党呀，共产党永远让人意想不到，打的牌是又齐又狠又准，狠呀，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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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老外还没办法反驳，反驳了，质疑你这个公平性，那不是公平性的问题，你这就是种族歧视，你瞧不起华人。华人一被瞧不起，那就不分反共还是挺共的了呀，对不对？而且呀，面具人我也查了一下英文圈西方的这些艺术家的论坛言论，他们很多人都是不服气这个评判结果的。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尤其是白人的这种什么格鲁萨克逊文化呀、维京文化呀，他们是非常重视荣耀和公平决斗的重要性的。白人他们是非常唾弃这种背地里面耍阴谋诡计的这种不耻的行为的。可是呢，如果你是在决斗场中或者是生活当中正面的光明正大的击败他，在正面对决当中击败他，那 OK 没问题，我保证啊，这个白人以后会对你尊敬有加，心服口服的，不会像咱们华人一样败了以后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西方人、白人，尤其是格鲁萨克逊文化的、维京文化的人，你在正面对决当中光明正大的击败他了以后，他是绝对认可你的，不会找各种各样的输的理由的。同样的，世界的文化都是有着一定的共通性的，包括咱们黄人，还有那些黑人。黄人的武士呀，黑人的氏族部落之类的，他们在对待小人的不耻行径的时候，通常都用的是非常残忍的报复方式的。这一点世界上是通的，所以呢，根据这一点来看，面具人呀，我担心呀，这种胜之不武的行为反而会对咱们黄人的形象不利。你说赵婷的这种很有可能是暗箱操作的，尤其再加上他有这么有钱这么厉害的一个爹，再加上他这么夸张的得奖结果，肯定会招致很多白人、老外甚至日本人都不服的。那咱们想象一下，你现在包装赵婷是什么黄种人的骄傲、亚洲人的英雄，可是面具人我想了一下，哎呀，我觉得耻辱。为啥？因为咱们拿到的这个奖项和实力，他赵婷并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华人艺术家，并且还是在这种胜之不武的情况下，那就会导致什么？咱们华人、黄人在人家白人，尤其是重视这种荣耀的、公平决斗的那些维京文化、决斗士文化的格鲁萨克逊人呀、白人呀，他们眼里就会觉得咱们小黄人只会搞这种暗箱操作、收买、走后门啊、勾兑、欺骗。本身咱们应该都知道，西方传统文化里面对咱们华人的刻板印象就是那种猥琐呀、偷奸耍滑呀、唯利是图呀、虚伪爱撒谎的这种刻板印象。那再加上这个赵婷，她就是这样得奖，有很大嫌疑
他就不是靠实力得奖的情况下，你觉得他是为华人争光了，还是有可能导致整个西方的文化圈、艺术圈更加唾弃、瞧不起咱们华人了呢？你觉得呢？还有很多人洗地说，哎，什么西方组织、国际组织不会被中共收买的。有一个网上的这个，哎，假五毛啊，假民运大师啊，给我在这儿反驳我说什么西方组织不会被中共收买了。你要说赵婷拿奖是被收买的，你给我来证据，把证据拿出来。好，面具人，我问你啊 ，WTO 世界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难民署联合国，这些组织现在是被谁收买了？这些组织是听谁说的算啊？你让我找证据，要证据，你让我找谁要？找拜登？找川普？还是找习近平啊？证据重要吗？中国人天天看证据，新闻联播看证据长大的，他们的智商提升了吗？啊，你逻辑都不过关，要证据有屁用，对不对？你让我找谁要证据？找谭德赛要证据啊？事实上就是这种很可能胜之不武的操作只会恶化，尤其是在文化圈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圈子里面，只会让咱们华人的这个形象啊越来越败坏，甚至招致一些某些比如大导演的这些满怀期待的觉得他们能拿奥斯卡的人的粉丝啊，对咱们华人印象恶化了以后展开报复。可是呢无所谓呀，国外讨厌你华人，觉得你华人舔屁股干啥都好，只要对华人不留好印象，这符合共产党的国际战略。因为只有华人对国外被排斥了以后，他们才能更爱党呀，对不对？而且呢中国人也在那舔呢，对不对？还说赵婷是民主女神，反共斗士，为中国人争光，为华人争光，甚至呢连这个为黄种人争光，把这个全世界的黄皮肤的人，台湾人、香港人、日本人、韩国人都给代表了，说是我们黄种人的骄傲。骄傲你他喜欢被人代表是不是？我操！真的，哎呀，气死我了！反共舔共的一群吹赵婷的人，让我感觉到了华人的这个奴性呀！哎呀，根植人性的奴性呀，改不掉的奴性呀！好，面具人，我就在这儿放话了，谁舔赵婷，谁就是舔红色贵族；谁舔赵婷，谁舔红色贵族，谁就是面具人的敌人。听懂了没？谁舔红色贵族，谁舔赵婷，谁就是面具人的敌人。谁舔红色贵族，谁就是舔赵婷，谁就是面具人的敌人。包括 ABC 先生啊，我今天看到了你舔赵婷了啊，你爱舔谁是你的自由，别让我看到。你们这些观众爱舔谁是你们的自由，别让我看到，别在我这儿舔，你们滚一边，远远的舔去，听懂了没？什么？赵婷反共了？哎呀，赵婷说的对！哎呀，不是，哎呀，赵婷说的对，说的太对了！赵婷是英雄啊！赵婷为华人争光呀！赵婷说的对，主人不要打我！什么？赵婷拿奥斯卡了？什么？赵婷穿中式文革服装了？哎呀，这是弘扬传统文化呀，这是弘扬中国文化呀！哎呀，赵婷做的对啊！不是，赵婷说的对，赵婷说的对，赵婷是英雄，赵婷为我们中华民族争光了！习大大不要打我！哎呀，美国的前途呀，
总之，政治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千变万化。普通老百姓的大脑 CPU 不够用的话，我建议还是先冷静分析，多重思考，不要舔来舔去为妙。哎呀，一说这种笔杆子意识形态战争，红色贵族、红三代的这些面具人，我对红三代有了解嘛，所以呢，想到了一些原来的往事儿。一说下去，这种各种的新仇旧恨，这种心里面的情绪就有点抑制不住了。刚才情绪有点激动，爆了点粗口啊，面具人有点刹不住车了。好了，咱们继续来说这个咱们的主题啊，就是我开头讲的这个爆炸性的事件啊。咱们继续说第一个事儿，那就是微信里面的钱取不出来的事儿啊。从这几个月开始呀，微信钱包里面的钱运作起来就不是很顺畅了。你们来看这张图片啊，看好了啊，这些标题呀，微信商家码涉嫌交易异常延迟结算，商户提现权限已被关闭怎么办？微信商家码不能提现怎么处理？微信商家码涉嫌交易异常，商户冻结资金延迟结算怎么办？微信商户延迟结算无需处理，微信商家码延迟结算冻结怎么解？看到了吧？听到了吧？面具人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还找到了很多关于个人反映的微信的钱取不出来等等一大堆的问题，比如微信转账这边钱转过去了，那边收不到钱，钱被冻结了，暂时扣押了。还有很多人呢，也是那边钱转过来了，可是呢这边收不到钱，钱也被暂时扣押了。这种网上抱怨的帖子有很多，也有很多网友联系了什么报社呀、网站呀、记者呀，帮忙发文章求助。可是呢，大家来看这张图片啊，看这些图片是我今天做节目之前再次点开的相关文章的链接，都已经是404，网页找不到了。还好呢，面具人我出手及时啊，保存下来了一个短视频。这个视频里面啊，显示了有很多人去微信的办事处呀、政府的办事处解封自己的钱被冻结的事儿。很多人呢，天天都在排队等着解封自己的钱、解冻自己的钱。你们先来看一下这些视频啊。这是腾讯的客服，全部都是来微信的问题的。调马上可以给你调，要吗？我都了他吗？他这里不给我们处理问题，要打我们。看到了吧？这只是一个办事处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一个办事处没什么力度。你们把脑洞打开了想，这全国得有多少个办事处呢？仅仅一个办事处就这么多的人排队，那全国那么多的办事处加起来，这可得有多少人呢？每一天哦。就像文革大饥荒饿死人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家里面没饿死人，就会觉得不存在的事儿，没事儿的，没有饿死人，总觉得没事儿。就像有人抽烟一样，别人抽烟得肺癌死了，他自己抽烟呢，目前还没得什么病，就默认抽烟对身体没危害。那这种心理状态在专业心理学领域叫做幸存者偏差，指的就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掉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比如呢，抽烟治病，文革饿死人，对吧？抽烟会导致癌症，等等等等。总之呢，大批量的人去排队解封自己微信里面的钱，这种消息大量的出来，而后呢，又很快的被大量的封杀了，强力的封杀了，就证明共产党是知道有这种事儿的，并且呢，他也清楚的明白，涉及到钱的事儿嘛。让老百姓知道了不好自己微信钱包里面的钱都要被冻结了呀。这种事儿大面积传开了以后，不利于国家稳定，而且呢，这种事儿呀是大范围的，钱呀，中国人最在乎什么？钱呀。所以呢，各位呀，
你们自己悠着点啊。前几天支付宝也把数据库上交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微信最近看也在排队说，哦，自己的钱取不出来了。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不用面具人给你们多说了吧？国家新闻也都说了，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6家大型国有银行正在5月5日购物节之前，悄悄地打算推广数字人民币，为消费者提供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以外的替代支付方式。再过一段时间呢，数字人民币有可能会嵌入到支付宝、微信里面了，对不对？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这个微信用着不方便，钱被冻结；支付宝用着不方便啊，不如用这个数字钱包更方便。总之呢，这些政治家啊、统治者，他们看问题是多元考虑的，并不会从一个点或者2个面这种非黑即白的去考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新闻听听啊。4月25日，第4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面，京东数科、京东科技集中展示了其在数字人民币试点中提供的相关服务。数字人民币持有者可以在京东无人超市完成消费，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京东 APP 数字人民币专场进行线上购物。作为综合技术服务商，京东将其为数字人民币试点提供的服务分为供应链、场景与技术3个层面。在供应链层面，京东科技表示，旗下的易启付已经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2021年1月，京东已经使用了数字人民币向2家供应商合作伙伴支付了货款。听懂了没？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数字人民币支付结货款了。包括在场景层面，京东旗下的线下线上场景，包括京东的五星电器、京东之家、京东便利店、七鲜超市等这些典型的线下场景，均可受理数字人民币支付。看网格化新闻治理就是这么的好，各个地区的信息不互通，然后呢，别人也不会知道这么多的线下都已经开始使用数字人民币了，并且呢，在京东集团的内部也开始了在员工的发工资环节使用数字人民币发工资。根据京东科技介绍，2021年1月，京东集团为常驻上海、深圳、成都、长沙、西安的部分员工发放了首批数字人民币工资。看这个事儿，在之前内部操作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吧？面具人，我早就说过，共产党他就是这样，他只有把事情做到完美，做到一击毙命的时候，他才会说，懂了没？而在此之前呢，共产党会一直示弱呀，会做心理按摩呀，对不对？而且呀，在技术层面上面，基于云原生技术中台，京东可以为数字人民币试点，包括城市用户的预约，提供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持比如什么银行的收银产品呀、理财产品呀、自助的收银机呀、柜台的收银设备呀、智能 POS 机呀、一体机呀、京东的收银 SDK 等等。总之呢，现在数字货币的进展速度已经如此之快了，你们如果还觉得这都没事儿的话，那你就再等等，看看过段时间你的钱变成了数字人民币了以后，你到哪儿哭去，对不对？那说到了这个京东之类的，就不得不说一下快递外卖行业了。哎呀，中共现在牛逼呀，有这种无人快递车，就是你寄快递取快递，只用在手机上一操作，然后呢，这个快递车就会开到你家楼下给你送货或者取货，完全是无人工的。给大家看这个用户的操作视频看他就是正在操作呼叫快递车来取快递或者是送快递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就下楼去了，取或者送快递嘛。看到了吧？这个过程完全是无人工介入的，全部都是机器自动操作。盐城也有无人物流车了，搭载零售柜、快递柜的行深智能无人车，适应新零售物流场景。
正在成为盐城市、公园、景区、超市等地方的一道亮丽风景。它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自动避障，自动识别红绿灯，小雨天可以行驶，夜间也可以行驶，只要对它招招手，它就会自动停下来。游客用手机扫码，就可以购买自己想要的食品饮料，或者寄送、收取快递。完成工作后，它又会自动巡游了。小季，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跑呀？要挣钱养活自己呀，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一帆风顺，咬咬牙就过去了。哦，那你挣那么多钱拿来干什么呀？我要交电费呀，要不然我都走不动了，就没有力气和你说话了呀。那我帮你交电费好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劳动最光荣吗？人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应该是实时发射扫描数据，交互到云数据库，然后呢计算出来是左拐还是右拐还是刹车，依托 5G 高传输速度的优势，就可以进行大数据量的精细化交互操作。面具人感觉这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技术不过呢看起来确实挺科幻挺高端的有点像科幻电影。不仅如此还有更高端更科幻的呢。大家来看这个视频，哇塞，这个视频我一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像在看科幻大片一样。来再看一下，对，就是这块这个感觉。这种场景在很多科幻电影里面都出现过类似星球大战、星际迷航、第5元素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像机械战警那样，有机器人执法者、机械执法者随时随地的监控老百姓、抓捕老百姓来继续说这个无人快递的事儿这下哎呀，快递分包的、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人可能都要下岗了就留下几个开大卡车的就行了。我们回顾一下快递行业的风风火火的兴起，从代理快递点到送快递、送外卖，当时都有很多人赚大钱了。再到现在呢，这些行业要被淘汰了，这些人呢也要丢饭碗了。现在呢，送快递、送外卖几乎是完全自动化了。从那时到现在用了多少年时间10年左右。科技它是一个加速度，会越来越快的。目前送快递可以说是很多中国底层人员的谋生的最佳途径，门槛低嘛，并且呢每天都能见到现钱的，所以呢很多人尤其是没什么好的出路的人，他们都以这个行业赖以为生。可是呢这些人很快都会被淘汰掉。外卖行业呢因为节奏太快，目前呢想要用快递车完全取代外卖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快递这种放到那儿等你取的这种有延迟性的就很容易被取代。这些淘汰下来的送快递的人，那他们被淘汰下来该去干啥呢？其实共产党还挺缺劳动力的，挺缺人工的。否则呢为什么现在鼓励生孩子呢？生孩子就是劳动力就干那些机械替代不了的，比如挖矿种地之类的，再比如一些精密的制造业、手工业、盖楼呀、造铁路呀、挖矿呀、修墙呀、挖坑呀，
这些目前无法机械替代人工的行业可以把这些多余的服务业、销售业的人员驱赶到那里去干，以此来提高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的竞争力。哎呀，节奏太快了，才几年时间呀，大家小心吧。好了，最后咱们再来讲讲面具人之前预判的一个事儿我当时说了，以后中国人的人权和房权是挂钩的，这个迹象是越来越明显了。你们看，小学入学报名排队，没有买房的人连个排队的资格都没有，这是不是妥妥的人权和房权挂钩呢？看到没有，中共的效率是杠杠的，他要干啥，他想干啥，很快的就能干起来。我前段时间也说过，这个收彩礼违法，对吧？咱们想象一下收彩礼违法了以后，你们看这个视频全女的都要不完了。看到了吧？那收彩礼违法了，女的这个经济情况就不利了呀，就会导致女性求职者越来越多。为啥？没了彩礼了，想要靠收男人的彩礼缓解经济压力的女性，她们就没来钱的路子了呀，那就只能上班赚钱了呀。这样中国的劳动力是不是又能上来了？同样的，女性就业者多了以后，也能稳定低工资了。你不干，有人干，多好的一箭八雕。而且呀，女性地位被打压了以后，女的以后想要产假，想要怀孕假，可以呀。你可以用工作积分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你在怀孕前加班，超额完成工作内容以后，就可以给你记产假分、怀孕分，然后呢，等你积分累积够了，就可以休产假。单位给你把这个产假积分保留，可是呢，换单位的话，这个产假积分就得清零。反正呢，就是先把女人收彩礼的退路给堵死。这个女人没彩礼钱了以后，她可得生活呀，她总不能说没钱吧，那就只能加班了。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了工人休假或者是频繁跳槽导致的劳动力下降的问题，对不对？你说要休产假，可以，你提前超额的先把你产假的工分完成了以后，你就可以休。你说你要跳槽，行，产假的工分清零，你敢跳槽吗？对不对？中国的女人以后太惨了。咱们总结一下吧，数字人民币洗劫钱包，这个女人她也惨。所以呀，面具人建议你们现在有钱的赶紧把钱弄出去，不然全都变数字。然后呢，哎呀，有钱没钱的，你们都赶紧想尽一切办法跑路吧。没钱的更要出国了，不然呢，你没资本没关系，你们以后的未来是显而易见的。这几天呢，也有很多人给面具人我发消息，很多观众来咨询，有很多网友也都成功的开设了国外的户头了，已经开始自己转移资产了。也有很多人呢找到了低成本的移民方法。那这些内容呢，咱们只能私下交流，在节目里面我就不打广告了啊。节目下面的留言区和内容简介区有我的 LINE 和邮件。那好，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认为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还有呢，面具人最近也在整理我的相关的家庭教育、育儿呀、心理学方面的资料，专门用来做这个会员节目的，大家可以敬请期待。想要观看的可以提前先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当然了，加入面具人的会员也可以进我的会员群，包括和面具人我本人进行1对1的理财方面的、育儿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家庭方面、情感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咨询。好，我们下期再见。